第279章，轩儿。望着那缓缓敲打着桌面，似是在沉思中的萧炎，亚飞也是略微有些紧张。纳兰老爷子作为纳兰家族的掌舵人，在他执权的这些年，与米特尔家族关系颇为不错。如果一旦其陨落而下，那么纳兰家族的那些与米特尔家族的合作事宜，恐怕都将会陷入停滞阶段。这种损失，那可颇为不小。当然，亚飞自然不可能期盼着以萧炎的能力便能够将纳兰老爷子身体内的毒素驱逐。虽说如今经过历练，萧炎已经今非昔比，可一火这种近乎存在于传说中的东西，亚飞还不会认为萧炎能够具备。他如此在意萧炎的反应，最主要的还是想请那隐藏在萧炎背后的神秘老师出手。见识过后者当初在乌坦城所展露出来的那冰山一角的恐怖实力，亚飞越发的能够感觉到他的神秘与深不可测。在这种情况下，若是他愿意出手的话，那蓝老爷子的那苟延残喘的命说不定还能被调回来。虽然我没实行过，不过光是听古河所说的那办法，我想这应该是件很危险的事情吧。使用异火进入别人体内，只要纵火者稍有半点杀意甚至疏忽，恐怕那蓝老爷子便会在顷刻间由内之外化为一堆灰烬。这样你还建议我去试试？要知道我可不会肯定自己是否能够在纳兰嫣然在场的情况下完全的把握好自己的情绪。沉默了许久，萧炎终于是缓缓的道。亚飞苦笑着点了点头，道：这的确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不过纳兰家族也是没办法，若是连这个险都不敢冒的话，那么纳兰老爷子或许就该真的完蛋了。你是想去试试？凝视着萧炎，亚飞的眸子略微有些欣喜。只要萧炎答应，那么想必那位隐藏在其后的神秘老师，即使他不会正面出手救治纳兰老爷子，那至少也会暗中指点一些吧。如此一来，至于纳兰老爷子的把握却是将会大上许多。我需要得到那7幻青灵弦，这是必须的。萧炎抿着嘴，片刻后微皱着眉头，轻声道：不过你这里可有那种能够改变容貌的特殊道具？你知道我与纳兰家族的过节，若是让他们认出了身份，恐怕是绝技不可能让我对纳兰老爷子做那种极为危险的驱毒。哎，真是麻烦。望着那皱着眉头显得有些不耐的萧炎，亚飞快速思索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笑道：能够改变容貌的特殊道具虽然很罕见，不过我们拍卖场倒是还有着一件存货。说着他挥手招来侍女，然后附耳在其耳旁轻语。听得亚飞的吩咐，侍女恭敬地点了点头，快速退了出去。几分钟之后，手握着一个精致的木盒，脚步匆匆地行了进来，将之轻放在桌面之上。接过精致木盒，萧炎将之缓缓打开，顿时露出了里面的一张有些类似人皮的薄薄的面皮，心中略微带着几分奇异。萧炎手指小心翼翼地捏着它，轻放在手掌之上，入手处一片冰凉，薄如蝉翼，犹若无物。这是一种用冰山雪蚕所吐出的冰蚕丝所制作而成，经过高级匠人的细心雕琢，在这张薄薄的面皮上已经被勾勒出了一个人脸的形状，只要将之覆盖在脸上，便能遮去以前的容貌。亚飞微笑道：这张冰蚕面皮可以说是我们米特尔拍卖场中的高级物品了，若是拿去拍卖，绝不会少于30万的价格，这次便全当是免费赠送吧。你也别忙着拒绝，若是你真的能够治好那蓝老爷子，我们米特尔拍卖场所得到的潜在好处可远远比这30万强，这就算是我们的隐形投资吧。闻言，萧炎那略微沉吟了一会，微微点了点头，道并未再出口拒绝，仰起头来，手掌摊开冰蚕面皮，然后轻轻地贴在脸庞之上，顿时一股冰凉的感觉缓缓地透着脸庞传进体内，萧炎甚至能够模糊感觉到，连自己的五官竟然都是在此刻有些蠕动了起来。站在一旁，亚飞望着那逐渐变得平凡起来的脸庞，抿嘴轻笑着，取出一块水晶镜面放在萧炎面前，笑道：效果还不错吧？睁开眼来，萧炎望着镜面中那与以前几乎是判若两人的平凡脸庞，微微一愣，旋即带着几分奇异，满意的点了点头。虽说强者间辨人都是依靠着对方的气息，不过你很少与纳兰家族的人接触，当年与纳兰嫣然的匆匆一别，3年后
他也不可能辨认出你的气息，所以有了这冰蚕面皮，只要不被对方极为仔细的扫描，想必也难以发现你做的伪装。亚飞笑盈盈的道。萧炎点了点头，手掌缓缓地摩挲着那被冰蚕面皮覆盖的脸庞，半晌后懒懒的道：那我去试试吧，若是能替他将毒素剔除，那便尽力。不过我也说过，那是件极其危险的事情，若是啥时候真的心情一个不顺，手掌一抖，把那老家伙烧成灰了，我可不会负啥责。听得最后一句，亚飞无奈地摇了摇头，道：我帮你写一封举荐信吧，待会你便去纳兰家族，持有它，想必能减少一些严格的审查。麻烦了。萧炎笑着点了点头，转身在桌面上抽出做工精美的纸片。亚飞玉手持着墨笔，娇躯微弯，身体紧绷成一个诱人的曲线，俏脸认真地在纸片上徐徐写着，半晌后轻松了一口气，将这封举荐信折叠好，递向萧炎，微笑道：萧炎弟弟，可别给姐姐丢面子哦，这还是我第一次举荐人呢。希望吧。萧炎不置可否地笑了笑，接过举荐信，对着亚飞笑道：麻烦了，接下来的事便交给我来吧。拍卖场人多眼杂，为了你的身份保密，我便不亲自送你出去了，若是需要什么帮助，可尽管来米特尔拍卖场找我，我会尽全力帮忙。亚飞微笑道。笑着点了点头，萧炎不再迟疑，对着一旁的海波东扬了扬手，然后率先对着门外行去。小女娃子，若是米特尔、藤山那废材问起我来，你就说等我有时间了，会去看看他的，让他别像那疯子一样的到处打听我踪迹。懒散地站起身来，海波东瞥了一眼一旁的亚飞，淡淡的道：是，老先生。闻言，亚飞一愣，旋即苦笑着点了点头。在未弄清对方与大长老究竟是什么关系之前，他也只能这般唯唯弱弱地应承着。望着那消失在门后的两道背影，亚飞略微沉吟了一下，然后便是从另外一处偏门行了出去。一名斗皇出现在米特尔拍卖场这种大事，可必须向家族内部报道的呀。当然，在报告之余，那雷欧爷孙自然是少不了要投诉一番。米特尔拍卖场门口，萧炎站在街道分岔口，望着那些人来人往的人流，缓缓地吐了一口气，抬头望着城中心的位置，那里便是加玛帝国三大家族之一纳兰家族的所在。走吧。双手插进袖袍之中，萧炎轻声道，旋即脸色平静地对着那所曾经会成为他另外一所家的庞大家族缓缓行去。坐落在加玛帝国以及附近两大帝国的边境夹角之处，声名远震的古老学院静静地矗立在此处，散发着沧桑与古朴。然而，虽然学院并未有着太过令人震慑的外表、庞大的声望以及浑厚无匹的实力，即使是连三大帝国这种庞然大物，也不得不对他礼待三分，不敢有丝毫不敬与怠慢。古老的学院之内汇聚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学员，这些人在自家的那一亩三分地中，或许是顶尖天赋，常人口中的天才，可天才在这里似乎是成箩筐装的，所以那些在家乡能够引以为傲的修炼天赋，在这里仅仅是勉强合格而已。所有的新生在入学典礼时，那位看上去昏昏欲睡的犹如即将踏进棺材的老人，却仅仅只是说了短短2句话：不管你们以前是何身份，到了这里，你们仅仅只是迦南学院的学员，身份全部相同，在学院里面打架决斗，只要不搞出人命，我不会管。可若是谁敢借助家族力量来进行报复，来多少，迦南学院收多少。老人那乍然透发的浩瀚气势，将这短短的几句话牢牢地印在所有学员的心中。这里是龙，你得盘着；是虎，你得卧着。在古老学院的一处偏僻山峰之上，悬崖之旁，身着淡青衣裙的少女优雅而立，迎面而来的清风将那垂及娇臀的3000青丝吹得缓缓飘舞，裙角飞掠间隐隐透出少女那完美的轮廓曲线。少女眸子平静地望着遥遥的东面天空，沉默不语，犹如一朵俗世青莲，纤尘不染。沉默许久了之后，少女忽然开口，空灵的悦耳声音让得人心灵有种被洗涤的奇异感觉。出来吧。随着少女的音落，一道绿色的影子忽然诡异地从其身后的一处大树中分离了出来，恭敬地望着那背对着她的少女，
单膝跪地，躬声道：“小姐。”少女缓缓转身，露出一张精致绝伦的如玉侧脸，赫然是那进入迦南学院的薰儿。小姐，萧炎少爷到加玛帝都了。